中共党魁习近平传出将首度缺席金砖峰会，这一向被视为展示大国领导力的重要舞台，却突然换由总理李强代打出席，引发外界揣测四起，是形成冲突，还是内部政局风暴的冰山一角？近期多方迹象显示，习近平或许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从阅兵安排到高层人事震荡，再到李强频繁抢戏，一场权力重组的暗流已在北京悄然展开。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彭博社和香港南华早报6月25号分别援引知情巴西政府官员透露，习近平将不会出席7月6号至7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预料将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代表团出席，就像在2023年印度20国集团峰会一样。彭博社引述一名巴西政府官员表示，尽管北京并未说明习近平缺席的原因，但巴西方面并不对此感到担忧。南华早报则引述知情官员透露，北京方面告知巴西政府，习近平因形成冲突无法参加峰会，加上习近平在不足1年内已2次会见巴西总统卢拉，包括2024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以及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伊拉共体论坛，所以习近平不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巴西官员毫不掩饰对习近平缺席的失望。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卢拉5月访问北京是为了表达善意，期望习近平能够回应出席里约峰会。报道表示，习近平从没缺席金砖国家峰会。有揣测指，卢拉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后的国宴，可能影响了北京的决定，因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此次场合上被视为配角。巴西外交部表示，不会对外国代表团的内部讨论发表评论。中共驻巴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评论。New Talk 新闻援引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面临经济复苏乏力、房地产危机及地方债务压力等挑战，内部政治稳定也备受关注。习近平近期频繁视察地方，并强调安全稳定，显示国内维稳压力可能加剧。缺席峰会或反映其需聚焦内政，处理潜在危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金砖峰会是习近平最愿意露面的地方之一，毕竟是中共自认为在外边也能发挥主导力的场合。这跟2023年9月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有理强去不同，因为那个峰会是印度莫迪在主导，习觉得风头受压，不愿去。李林一表示，按说习近平这次不存在日程安排问题，他和巴西总统之前见了2次，也不是缺席的原因，因为峰会毕竟不是个人联谊的会面，所以习近平如果不能去，大可能是自己出访有所不便。时事评论员岳山认为，现在习的外交行程很可能是受控的，去不去俄罗斯或巴西都不能自己做主，这几个月可以再观察。近来网络盛传，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政治老人温家宝等控制局势，甚至有传闻称，习近平将在8月的中共4中全会上交出部分或全部权力。9月3号的中共纪念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很可能是新任领导人宣示权力的机会。不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4号宣布，习近平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评人张天亮博士指出，如果8月真的召开4中全会，这意味着习近平不会让出权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王健认为，习近平还能搞成阅兵，显示他的基本盘还在。但是在中共的党内斗争中，习近平也碰了很多钉子，比如习近平要通过禁酒令展示他的权力地位，震慑党内政治对手，为4中全会铺路。但几个月下来，中共军方报纸对禁酒令一个字都没提，说明张又侠非常稳固地控制着军队，根本不理习近平的禁酒令。习近平要阅兵，但是他无法控制军队。王健还指出，中共22号官宣国家中药管理局原局长徐文明接受调查，
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23号缺席国家安全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意味着他可能落马，显示习近平无法护住他的马仔，这很致命，说明一些地方他的权力覆盖不到，他的权力被约束，这会影响到他的地位，因为有些人不敢跟他。时评人唐庆元则认为，习近平早已失去实质的权力，现在只不过是配合演戏，只要官方还没揭盖子，他就会看起来一切如常。就如当年华国锋从11届3中全会被邓小平实质性夺权，到他后来正式宣布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经历了2年半的时间。期间他先后3次出访，又如2009年时任党魁胡锦涛主持了盛大的阅兵式，但真正的军权掌握在江泽民派系手中。唐建远进一步分析，7月底到8月初，中共要在北戴河开会，差不多历时2个星期，一般在8月上旬才结束。如果9月3号习近平阅兵，4中全会在8月底开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知名自媒体人李牧阳也表示，中共宣布习近平将主持阅兵，显然有针对海外传闻进行辟谣的意味。这可以表明，中共4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可能要拖到9月3号以后了。也就是说，中共近期还不会揭开盖子，可能当局还没有确定谁来当中共老大。李牧阳还注意到，中共央视6月24号的新闻联播中，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排在了第1条，接下来连续4条都是中共总理李强的外事活动，分别是会见厄瓜多尔总统、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越南总理以及出席亚投行年会开幕式等。李牧阳质疑，在人们的意识当中，活动越多越频繁的人就越受人们的重视，会被认为是权力最大的那个人。当局对习近平和李强的这种外交会面安排，是不是反映着权力的某种变化呢？起码也会让人产生习近平不再是主角了，唱主角的是李强这样一种感觉。刚好就在外媒爆出习近平将缺席金砖峰会之际，李强25号又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被称作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的开幕式。中国官媒新华社当天也给予了报道，李强除了强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外，也承诺将努力扩大内需，让中国市场持续扩容体制。据法新社报道，李强还提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越来越多，不点名批评美国。不过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未见这一说法。中国官媒曾经长时间压制对李强的报道，不是降格就是拖延。李强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近年来，随着习近平逝世传闻不断发酵，李强的势头也大大看涨，甚至在出访时也常常获得等同习近平的超规格接待，引发外界关注。习近平的权力大戏扑朔迷离，我们会紧盯事态发展，带您一起掌握最新动态，请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